大家好，我们频道独家获得欧洲简本，你需要知道的一切一书的播放权。这是欧洲各国系列的其中一本，由简报出版社出版，作者艾米丽·克拉克。大家可以在亚马逊书店或者本节目的内容介绍中点击连结购买此书。介绍：本书简要介绍了欧洲，概述了欧洲大陆的地形、历史和文化多样性。读者将了解塑造欧洲的主要地理特征，以及构成这个充满活力的大陆的不同国家和地区。从阿尔卑斯山的山峰到阳光明媚的地中海海岸线，欧洲可以为每个人提供一些东西。探索这个迷人大陆的丰富历史，从希腊和罗马的古代文明到德国的中世纪城堡和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杰作。探索欧洲充满活力的文化，从爱尔兰的传统民间音乐到西班牙的前卫建筑。无论您是想去欧洲出差还是休闲旅行，本书都将为您提供充分利用旅行所需的所有资讯。欧洲简介：欧洲是一个完全位于北半球的大陆，主要位于东半球。它北临北冰洋，西临大西洋，南临地中海，东临亚洲。欧洲通常被认为与亚洲隔着乌拉尔和高加索山脉、乌拉尔河、里海和黑海以及土耳其海峡的分水岭。虽然大陆一词意味着自然地理，但陆地边界有些武断，自古典古代首次概念以来已经多次重新定义。欧洲占地约1018万平方千米，393万平方英里，占地球表面的 2%， 占陆地面积的 6.8%。在政治上，欧洲分为大约50个主权国家，人口超过 7.41 亿，截至2016年。按表面积计算，欧洲是世界上第二小的大陆，面积约为1018万平方公里，393万平方英里，占地球表面的 2%， 占陆地面积的 6.8%。欧洲是仅次于亚洲和非洲的第三大人口大陆，截至2016年，人口超过 7.41 亿，约占世界人口的 11%。欧洲气候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来自大西洋的温暖潮湿空气的影响。与其他大陆相比，气候温和，极端温度范围较小。欧洲北部大部分气候温和，而南部往往是温暖或地中海。欧洲拥有世界上一些最具标志性的地标和风景。从罗马帝国的废墟到德国的童话城堡，有很多值得探索的地方。非洲大陆也是许多世界著名城市的所在地，包括伦敦、巴黎和罗马。欧洲的地理：欧洲北部与北冰洋接壤，西部与大西洋接壤，南部与地中海接壤，东部与乌拉尔山脉和高加索山脉接壤。欧洲占地约400万平方公里，占地球表面的 2%。欧洲一般分为三大地理区域：西欧省所、中欧和东欧。西欧包括奥地利、比利时、丹麦、芬兰、法国、德国、希腊、冰岛、爱尔兰、意大利、卢森堡、荷兰、挪威、葡萄牙、西班牙、瑞典、瑞士和英国等国家。中欧包括阿尔巴尼亚、波士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保加利亚、克罗埃西亚、捷克共和国、匈牙利、科索沃、黑山、北马其顿、波兰、罗马尼亚、塞尔维亚、斯洛伐克和斯洛维尼亚等国家。东欧包括贝拉鲁斯、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摩尔多瓦、俄罗斯和乌克兰等国家。欧洲的气候：欧洲气候温和，冬季凉爽，夏季温暖。欧洲北部的气候比南部更冷。欧洲的气候受到亚洲和非洲大陆以及大西洋和地中海的影响。欧洲的平均气温是10摄氏度，最温暖的月份是7月和8月，平均气温为15至20摄氏度。最冷的月份是1月和 3个月，平均气温为0至5摄氏度。降水、雨雪在欧洲各地各不相同。欧洲北部地区比南部地区降水更多。欧洲的年平均降水量为750毫米。欧元的历史：欧洲是一个完全位于北半球的大陆，主要位于东半球。它北部与北冰洋接壤，西部与大西洋接壤，南部与地中海接壤，
东南与黑海和相连的水道接壤。它包括欧亚大陆的最西端。自1850年左右以来，欧洲一直被认为是一个单一的大陆，而不是早期对几个不同大陆的看法。从地质学上讲，欧洲是欧亚大陆最西端的半岛，位于亚洲西部。欧洲北临北冰洋，西临大西洋，南临地中海，东临黑海和连接黑海和马略马拉海的水道。通常认为欧洲与亚洲隔着乌拉尔和高加索山脉、乌拉尔河、里海和黑海以及土耳其海峡的水道的分水岭。虽然大陆一词意味着自然地理，但欧洲更准确地定义为其共同的文化和历史遗产。欧洲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大约180万年前，第一批人类出现在欧洲。欧洲的第一个人类定居点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欧洲最早的文明是在青铜时代发展起来的。欧洲最早的国家是在铁器时代形成的。第一个欧盟成立于中世纪。乌罗佩人。欧洲一词源自希腊语 Euros， 意思是宽或宽。欧洲这个名字被认为是古代腓尼基人的起源，用来指已知世界的最西端。欧洲传统上分为东方和西方两部分。东西方分裂是一个文化和政治分裂，东方是前苏联及其卫星国，西方是北约国家。欧洲的自然地理各不相同。欧洲的海岸线长约66000公里，41000英里。欧洲的最高点是高加索山脉的厄尔布鲁士山，海拔5642米，18510英尺。最低点在里海洼地，在-28米，-92英尺。欧洲的自然植被主要是落叶林。然而，由于几个世纪的嗡嗡声活动，欧洲大部分原始森林已被砍伐用于农业和其他用途。欧洲是多种多样的民族和文化的家园。欧洲有50多个国家，俄罗斯、土耳其和乌克兰横跨欧洲和亚洲。欧洲人民是许多不同种族和文化的混合体。6. 欧洲文化。欧洲以其丰富的文化历史和多样性而闻名，这反映在其艺术、文学、音乐和哲学中。非洲大陆也是许多世界上最著名的城市的所在地，如伦敦、巴黎、罗马和柏林。尽管面积不大，但欧洲有着悠久而复杂的历史。非洲大陆一直是许多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人的出生地，包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拿破仑和希特勒。欧洲也是许多重要事件的发生地，如宗教改革、法国大革命和2次世界大战。今天，欧洲是一个具有重大政治和经济重要性的大陆。它是欧盟的所在地，欧盟由28个国家组成，共同努力促进和平与繁荣。欧洲也是一个主要的旅游目的地，每年有数百万人前来体验其文化、艺术和历史。7. 欧洲的语言。欧洲拥有大量语言，据估计，欧洲大陆使用的语言多达300种。虽然有些语言，如英语、德语和法语，在几个不同的国家使用，但其他语言仅限于少数几个地区。例如，冰岛语几乎只在冰岛使用，而巴斯克语主要在与西班牙和法国接壤的小地区使用。欧洲使用最广泛的语言是俄语，它是大约 1.1 亿人的母语。其他广泛使用的语言包括英语，约有6000万人使用 ，French 4000万和德语4000万人。还有许多语言有少数人使用，但在各自的国家仍然很重要。例如，大约有6000万人使用意大利语，它是意大利的官方语言。意大利是欧洲最大和最有影响力的国家之一。除了欧洲使用的多种语言外，还有许多手语在使用中。其中使用最广泛的是英国手语，在英国约有15万人使用。8. 欧洲经济。欧洲是仅次于亚洲和非洲的第3大人口大陆，截至2016年，人口为 7.33 亿，约占世界人口的 11%。2015年，欧洲的名义 GDP 总额估计为 16.5 万亿美元，约占全球 GDP 的 22%。总的来说，欧洲是最富有的大陆。它是世界上一些最强大的经济体的所在地，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和俄罗斯。欧洲有着悠久的经济和政治一体化历史，
创造了独特的经济和政治格局。欧洲联盟 EU 是由主要位于欧洲的28个成员国组成的政治和经济联盟。欧盟有一个单一的市场和一个关税同盟。欧元区是一个经济和货币联盟，由采用欧元作为共同货币的28个欧盟成员国中的19个组成。欧洲是一个拥有丰富多样的文化、语言和宗教的大陆。基督教是最大的宗教，拥有超过10亿信徒。其他主要宗教包括伊斯兰教、犹太教和印度教。欧洲也是大量无神论者和不可知论者的家园。欧洲文化以其艺术、音乐、文学、哲学和美食而闻名。欧洲也是许多世界遗产的所在地，这些遗址已被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 UNESCO 指定为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9. 欧洲政府。欧洲传统上分为3大艺术：西欧、中欧和东欧。西欧一词在实践中使用相对频繁，但对其含义没有真正的共识。中欧是东欧和西欧之间的地区。东欧一词在实践中也使用的比较频繁，但对其含义也没有真正的共识。东欧最常见的定义包括前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国家。10. 在欧盟绳索中开展业务。欧洲是一个完全位于北半球的大陆，主要位于东半球。它北临北冰洋，西临大西洋，南临地中海，东临亚洲。按表面积计算，欧洲是世界上第2小的大陆，占地约1018万平方公里，393万平方英里，占地球表面的 2%， 约占陆地面积的 6.8%。人口超过 7.41 亿，截至2020年，约占世界人口的 1%至1%。11. 在欧洲旅行。欧洲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之一，凭借其众多的历史和文化景点、多样化的景观和便利的地理位置，欧洲是度假或长途旅行的理想目的地。在欧洲旅行的方式有很多种，最受欢迎的方式是开车，这为您提供了最大的灵活性，并允许您按照自己的节奏停下来探索。您也可以乘坐公共汽车或火车，这可能是更经济的选择。如果您计划广泛旅行，您可能需要考虑购买 Euro 铁通票，该通票可让您无限制地乘坐大多数欧洲列车。在住宿方面，有很多选择。你可以住在酒店，主人甚至租一套公寓。Airbnb 在欧洲也越来越受欢迎。在欧洲旅行时，有几件事要记住。首先，请记住，欧洲人在道路右侧行驶。其次，许多国家使用 M 系统，因此在购买天然气或食品时请记住这一点。最后，欧洲是一个非常安全的旅行地点，但了解周围环境并防范扒手和其他犯罪总是一个好主意。凭借其众多的景点和便利的地理位置，欧洲是度假或长途旅行的理想目的地。通过提前计划并了解周围环境，您可以享受安全愉快的旅行。12. 欧洲的食物。欧洲拥有丰富多样的饮食文化，受到其历史和地理的影响。欧洲美食最引人注目的方面之一是使用新鲜的当地食材。在地中海地区尤其如此，那里的气候有利于种植各种水果、蔬菜和草药。欧洲美食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使用各种烹饪技术。例如，法国菜以使用酱汁而闻名，而意大利菜则严重依赖意大利面和比萨饼。此外，波兰和匈牙利等东欧国家的美食通常以大量肉类和淀粉类菜肴为特色。总体而言，欧洲美食提供了每个人都可以享用的各种风味和质地。有这么多不同的菜肴可供选择，每个人都可以享受一些东西。13. 欧洲的音乐。在13世纪，欧洲的音乐由教会主导。最受欢迎的音乐形式是格里高利圣歌，以教皇格雷戈里一世的名字命名。据说他在6世纪改革了教会的音乐。格里高利圣歌由僧侣用拉丁语演唱，用于宗教仪式。在14世纪开始的文艺复兴时期，音乐变得更加世俗化。最流行的世俗音乐形式是牧歌，一种通常与爱情有关的声乐。马德里加尔通常用意大利语写成，尽管他们也是用其他语言写的。
巴洛克时期始于17世纪初，是音乐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最重要的变化之一是歌剧的发明。歌剧是一种音乐剧，其中所有部分都被演唱。歌剧在意大利非常流行，并很快传播到欧洲其他地区。在18世纪末开始的古典时期，音乐变得更加情绪化。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作曲家是路德维希·凡贝多芬，他写了9部交响曲、5部钢琴协奏曲和许多其他作品。浪漫主义时期始于19世纪初，是音乐变得更加情绪化的时期。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作曲家是法兰茨·舒伯特、弗雷德里克·肖邦和约翰内斯·勃拉姆斯。在20世纪，音乐变得更加实验性。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作曲家是伊戈尔·斯特拉夫因斯基、克劳德·德彪西和阿诺德·勋伯格。14欧洲艺术。欧洲是世界上一些最古老和最有影响力的艺术运动的发源地。从文艺复兴到立体主义，欧洲艺术对西方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本章中，我们将简要介绍欧洲艺术的历史，重点关注最重要的运动和艺术家。文艺复兴时期是艺术创造力巨大的时期，从14世纪开始，一直持续到16世纪。它的特点是对希腊和罗马古典艺术的重新兴趣，以及绘画、雕塑和建筑的技术技能和现实主义的增加。文艺复兴时期对西方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时期许多最重要的艺术家，如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都以意大利为基地。巴洛克时期是艺术中伟大的戏剧和情感时期之一，从17世纪初持续到18世纪中叶。彼得·保罗·鲁本斯 （Peter Paul Rubens） 和詹洛伦佐·贝尼尼 （Gian Lorenzo Bernini） 等巴洛克艺术家创作的作品宏伟而华丽，充满了复杂的细节和戏剧性的灯光效果。洛可歌时期是巴洛克式的更轻松、更俏皮的版本，从18世纪中期持续到19世纪初。弗拉戈纳尔和布歇等洛可歌艺术家创作的作品通常轻松而异想天开，具有精致的柔和色彩，并专注于漂亮的，通常是理想化的主题。19世纪是艺术变革的时期，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和印象派等新风格的发展。20世纪见证了更多的变化，现代主义和前卫的兴起。巴勃罗·毕卡索、萨尔瓦多·达利和瓦西里·康定斯基等欧洲艺术家突破了艺术的界限，他们的创新作品对20世纪的艺术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5欧洲的宗教。基督教是欧洲最大的宗教。根据皮尤研究中心2018年的一项研究，70.6%的欧洲人认为自己是基督徒。第二大宗教是伊斯兰教，其信徒占欧洲人口的 14.4%。还有其他宗教的少数派，如印度教、佛教、犹太教和锡克教。欧洲是世界上一些最著名的宗教场所的所在地，如梵蒂冈城、东清城耶路撒冷和科尔多瓦清真寺。16欧洲体育。在欧洲，人们喜欢各种各样的运动。足球是最受欢迎的运动，其次是网球、橄榄球和一级方程式赛车。欧洲有许多顶级职业体育联赛，包括英超联赛、西甲联赛、德甲联赛和意甲联赛。欧洲也是一些世界上最大的体育赛事的举办地，如欧洲冠军联赛、环法自行车赛和温布尔登。欧洲培养了许多世界上最伟大的运动员，包括贝利、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莱昂内尔、梅西、穆哈马德、阿里和尤塞恩·博尔特。17欧洲的建筑。欧洲的建筑有着悠久而复杂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罗马帝国。从那时起，出现了许多不同的风格，并在非洲大陆的不同 PART 中流行起来。哥特式建筑是欧洲建筑最著名的风格之一，它出现在12世纪，并在欧洲各地建造的哥特式大教堂中普及。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出现在15世纪，其特点是使用古典形式和比例。这种风格迅速传遍欧洲，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风格之一。巴洛克式建筑出现在17世纪，
以其华丽和华丽的设计而闻名。这种风格在欧洲许多地方都很流行，尤其是在天主教国家。欧洲的建筑是由悠久而复杂的历史塑造的。今天，在整个非洲大陆可以找到许多不同的风格。18欧洲的时尚。欧洲以其时尚而闻名，最常见的着装风格是休闲和放松。然而，有许多不同类型的时尚风格在欧洲不同地区很受欢迎。欧洲一些最受欢迎的时尚品牌是 H&M、Zara 和 Topshop。这些品牌以其价格实惠和时尚的服装而闻名。还有许多高端时装设计师总部设在欧洲。一些最受欢迎的设计师是 Gucci、Dolce & Gabbana 和 Prada。欧洲是许多时装周的举办地，设计师们在这些活动中展示他们的最新系列。最受欢迎的时装周在巴黎、米兰和伦敦举行。19欧洲的未来。欧洲是一个完全位于北半球的大陆，主要位于东半球。它北临北冰洋，西临大西洋，南临地中海，东临亚洲。欧洲通常被认为与亚洲隔着乌拉尔山脉、高加索山脉和安纳托利亚山脉、乌拉尔河、里海和黑海以及土耳其海峡的水道。虽然大陆一词意味着自然地理，但陆地边界有些武断，已经重新划定了好几次。例如，欧洲和亚洲之间的界限传统上是沿着土耳其海峡划定的，这使得伊斯坦布尔的地铁人口比整个欧洲都多。塞浦路斯曾经是亚洲大陆的一部分，但现在在欧洲是红色的。欧盟 EU 是一个由主要位于欧洲的27个成员国组成的政治和经济联盟。欧盟面积为4475757平方公里，1728099平方英里，人口超过 5.1 亿，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集团。欧盟有一个单一市场和一个关税同盟。欧洲单一市场允许商品、服务、资本和人员在欧盟内部自由流动。关税同盟对来自欧盟以外的进口商品征收共同关税。欧盟已经开发出一种单一货币，即欧元，其27个成员国中有19个使用欧元。欧盟有政治经济联盟，欧盟有单一市场和海关统一。欧盟发展了单一货币，欧元。结论：欧洲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之一。凭借其许多不同的文化和国家，每个人都可以享受一些东西。从西班牙的海滩到现在封顶的阿尔卑斯山，欧洲可以为每个人提供一些东西。无论您是在寻找历史、美食，还是只是一个美丽的放松场所，欧洲都是您的理想之地。